认识啊。小娃娃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和你打赌斗法吧？我引你前来，将你交给洛总捕，条件就是他会将我所有的卷宗通通销毁，这样我就又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普通人了。看来你与司门司早有勾结。哎，识时务者方能活得长久。你输了。罗总捕果然是棋艺高超啊！你就是圣守门门主飞天玉鼠。没错。束手就擒吧，饶你不死。那就要看你本事了。圣手令在哪儿？不是在你那儿吗？不在我这里。骆总捕，你还不去追呀？在这看戏，别以为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？你摆什么谱？你的体系别人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吗？撤！楚云长，交出圣手令。让他要去。你刚杀人灭口，要把事情推到一个死人身上，你以为我真的这么好说话吗？爷爷，无双，飞天玉鼠，我宰了你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快走！我已经确认，楚云长就是那飞天玉鼠。假如我真是那个玉鼠，你会怎么做？情深却缘浅，匆匆星夜，藏在心底的热切。多想念，多渴望回到相遇的原点。师傅，师傅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师傅，我听说这飞天玉鼠和东方青大闹司门司，东方青这个老贼已经死了。哎，你看到飞天玉鼠没啊？没看到。你不是在汤山度假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我回来拿东西。那没事了。
肉香是谁送来的？难道是无暇？果然是总捕头的独门暗器所生。飞天玉属与总捕头实力相差悬殊，总捕头为什么？阿玉，阿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阿玉，你把门打开。阿玉。无双姐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阿玉，你穿这身行头是去哪儿了？你不是在汤山温泉度假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了？我有份重要的公文忘拿了。你别忽悠我了，我亲眼看见你救走了飞天玉属。亲眼？你确定看见的是我吗？你不要瞒我了，我知道他就在里面。阿玉事到如今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听我一句劝，交出楚云长，这生前飞天玉属的大功劳，我可以全部给你。没有证据就不要妄下定论。证据？楚云长和东方青自相残杀，并且杀了东方青灭口。东方青的尸体现在就在我爷爷房间里。楚云长被我爷爷伤了，这会儿就在你房间里呢吧？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揭开他的面具看一看。你不看，我帮你看。哎，姐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帮师傅找公文。这房间里就你一个人吗？对啊。我不信。哎，姐。人呢？谁呀？我早说了，这里就我们俩。我信你个鬼，若无暇！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哎呀，姐，我知道你喜欢师傅，但你说这深更半夜的，你直接闯进他屋里来，不好吧？不想挨打就给我闭嘴！师傅，这次可算你欠我的，以后得还啊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师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行。追，死活不论！是。哎，师傅。刚刚你屋里那人谁啊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又何必问我？真是飞天玉属啊！我竟然救了飞天玉属，不枉我这么辛苦跑来司门司，遭这么多罪。他可是我的偶像。你身为宫门中人，不觉得他有罪吗？无所谓啊，那是上面的事儿。我的意思是。咱们司门司只管抓人，不是？
再说，连我一个不在京城的人，都听说过这位圣守门门主的善举，百姓们对他也是交口称赞。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非要他死？不错，你现在越来越像捕快了。嘿嘿嘿，必须的。长儿，长儿，长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出去！太鲁莽了。长儿，我只是来看看你好些了没。没事，我去休息啊。你也好好休息吧。他走了。婵儿，婵儿，婵儿，何方淫贼！哪里逃！天哪，没事吧，姐？那反淫贼哪里跑？小妹，何以下此毒手？呸！谁是你小妹啊？是我呀，大哥。7年了，你去哪儿了？7年前，你一声不吭的就走，然后把一切丢给了我。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仅要独自抚养长儿长大，我还要撑起硕大的家业。现在你的好，说回来就回来。你配当哥哥吗你？对不起，都是哥哥不好。我告诉你，我把长儿照顾得可好。长儿他没有你这个父亲，我们不需要你，你走吧。香菱，都是我的错。夫人，大哥定有难言之苦，你就不要再骂了。婵儿，婵儿，婵儿，是爹，爹回来了。我还是在做梦吧。婵儿，
你别怕，你爹真回来了。婵儿，爹回来了。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现在回来干嘛？一言难尽呐。婵儿，请你相信，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护你，保护这个家。说的倒是好听，一走就走了7年，为了保护这个家，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？少说2句。小妹，婵儿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这些年我到底去了哪里，但是请你们相信，这7年里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寻找咱们门派至宝圣手令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婵儿，婵儿，你好些了吗？我可以进来吗？果果，不能让不遇发现我受伤。我可以用我的银针暂时封住你的经脉，可以控制住你的内伤，但是得需要一些时间。我去应付他。呀，梅月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遇啊，我听说你们全家来汤山泡温泉，我夫妻俩也来凑凑热闹。啊，梅夫人也来了。啊，对啊，哎，我们自己出房费，绝对不麻烦你们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昨天婵儿说她身体不舒服，我想来看看她。哦，婵儿她还没起呢。哎，梅员外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梅兄，我们凑凑热闹。你们何时来的？今天一早。哦，不遇，我们正要去吃早饭呢，不然一起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梅员外叫婵儿一起来。好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婵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昨天泡温泉的时候染了点风寒，身子有点虚。你不是在房间泡的吗？怎么会见风？哦，估计是窗户没关严。那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哦，我是楚家的远房亲戚。哦，什么亲戚？很远的螃蟹，8竿子都快打不着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如果硬要排资论辈的话，算得上是我的哥哥。对，哥哥，在下楚山，幸会幸会幸会。楚前辈做何生意？哪里发财啊？哦，我做的是走镖生意，天南海北四处走。走镖？那隶属于哪个镖局呢？哦，这个走野镖的，不在镖局的管辖范围之内。夫人，我们不要站在院子里说话。云长还生着病，不如我们进屋里面边吃边聊。好，好啊。请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既然云长小姐不舒服，我看不如先回房间休息，啊。哎，小兄弟，我呢初来此地，想请小兄弟呢陪我到处转转，如何呀？
还是无法冲破他伤处的淤血。那个骆世勋用他的铁胆击中了他的要害，导致他吃了很大的亏。如果这个淤血不能冲破，会怎么样？淤血堵住了他的血脉，冲不破的话，会导致他武功尽失。那可有救治的办法？有，千年灵芝就可以治愈他。千年灵芝，灵芝本来就难寻，更何况是千年灵芝。去哪儿找？皇宫吗？据我所知，京城的长乐堂有一只。那你快去买啊！但那颗灵芝是他的镇店之宝，千金不卖。千金不卖，那就万金。不是万金不卖，它就是不卖。你很喜欢云长吗？是。是哪种喜欢？一眼万年，至死不渝。那么，无论他是富贵还是贫贱，生病或者老去，你都不忘初心吗？当然。伯父，我也想问您2个问题。你问。你才是真正的飞天御属吧？这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您若真是飞天御属，我便拿您去见官。你不想娶楚家女儿了吗？当然想。拿了你，我自然会去和长儿解释。若她不原谅我，我便终身不娶，一生默默守护她便好。你高看我了，我只是楚家一个不争气的远亲，什么道猫啊、御属啊，我听都没听说过。昨天夜里你在哪里？在来这里的路上。在您没有出现之前，我一直有几个问题：为什么楚家人总对司门司有成见？为什么每次飞天御属的出现，都会牵扯到长儿？那你现在想明白了什么呀？一切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他们所有人都在护着你。我很佩服小毛捕头的想象力，可惜呀，你没证据。没错，我现在确实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只能暂且相信。不过你也不要耍任何花招，尤其是不能伤害长儿。彼此彼此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飞天御属，但是飞天御属绝对跟你有关系。长儿，你怎么一夜病得这么重啊？我只是感染了风寒，休息几天就好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那个楚山前辈到底是你什么人啊？他就是远亲啊。远亲？可他那么关心你，看着可不像远亲。他为难你了？那倒也没有，只是反复确认我对你的心意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可能只是太关心我了。我们虽说是远亲，但是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可我总觉得他的来历有些奇怪。这是你们捕快的通病吗？毛不玉，我随便来个亲戚，你就疑神疑鬼的，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呀？要不要把家谱报给你啊？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啊。楚香山，你给我出来！来了来了。
怎么了？楚夏山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我跟毛不月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，怎么他一回来就把我们搅黄？他早就出去了。那还不快去把他找回来？婵儿，哦，你去哪儿了？婵儿，爹把千年灵芝给你取回来。大人，据查，有个人在长乐堂购走一株千年灵芝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今日。你可知我们圣守门的规矩？你这丫头，爹为你取来千年灵芝，跟圣守门的规矩有什么关系？我用了7年约束手下，现在倒好，全都让你破坏了。谁叫你偷东西的？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昶儿自从当上门主以后，便立下规矩，咱们圣守门不能再偷盗了。你就这么不相信你爹呀？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是你太喜欢胡来。胡来？爹取来千年灵芝，难道不是为了你吗？再说了，现在说为了我，当时你抛下我离家出走的时候呢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爹吗？这灵芝你扔了吧，偷来的东西我不下。哎呀，昶儿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云长说的对，是我这个当爹的太不负责任了。行吧，既然你知道错了，那我就再给你次机会。不用了，我身为圣守门下属，违背门主号令，我自愿退出圣守门。大哥，不必如此啊。不用，姑父你不用劝他了。既然这是他的选择，那我就成全他。看来你早就觉得我是累赘了，现在正好找了个名正言顺的借口，你自然迫不及待。哎，昶儿，你去哪儿？哎去！你刚刚为何不劝劝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也知道我大哥这个人，做事风格比较自我，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但这次，他也是一番好意。他今日之所以这么说，估计也是觉得毛家人已经对他起了怀疑。倘若还是留在这儿，万一露出什么马脚，便更不好收拾。但毕竟还是一家人，我觉得你还是去送送吧。毛不易，对楚云长好些，你不会吃亏的。锦衣卫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哥，当票。我去打听过了，原来当年长乐堂的沈掌柜欠过你爹一个人情，所以你爹上门去索要千年灵芝，他不敢不给。但那毕竟是人家长乐堂的镇店之宝，于是
他就给你爹开了一个天价。你爹这些年行走江湖，手里也没什么积蓄，只好卖了不少东西，才凑够这点钱。大老爷走的时候，特意嘱咐我，说是把灵芝磨碎了，放到你的药里，一口一口喂给你。你说，你们两个心里都有彼此，又何必？哈。他要走，我又怎能拦得住？丫头啊，你连毛不玉那种捕快世家都能搞定，怎么到自己亲爹这儿就乱了分寸呢？是啊，对啊。千年灵芝是谁买的？说，好好看看，是哪个？都不是啊！我劝你想清楚再说。真的不是啊！那人与我是旧相识，早年间我在山东贩卖药材，被土匪劫道，是他救了我一命。我真不知道他姓什么。他比画上这男的老一些，我真没想说。他有没有说他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来的？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提到汤山温泉。爹，爹，爹，长儿，那千年灵芝药效奇特，你呢，内力又比较充盈，只需服用一次即可痊愈。爹，我一直不明白，您当初为何不辞而别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爹当年不告而别，是不想连累你们姑侄。您失手了。好在有惊无险。那这些年，您都去了哪儿？长儿，咱们楚家说好听的叫武林泰斗，可对于朝廷来说，都是可能危害安定的隐患。更何况，我们还弄丢了御赐之物。这些年，我想着去寻找圣手令，不再给你们添麻烦。可谁料我离开后，你爷爷却把你培养了起来。你姑姑这个人呐，太认死理，最后就把这千斤的担子砸在了你的头上。长儿，是爹考虑不周，连累了你。爹，等我们寻回圣手令，我们一家人就退隐江湖，可好？那时我和不玉就能成就好事，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孝敬您、姑姑还有姑父的。好，爹就等着那一天。嗯。玉，待会儿我假意入住，密位四散埋伏，听我想见为号，再下手也不迟。是。爹，
那您这些年行走江湖，可曾有过圣手令的消息？这些年，我投奔了一个秘密组织，但我不能跟你说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总算有了圣手令的下落。日前从老贼东方青手里盗走左手纯银圣手令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难怪这老贼一口咬定，圣手令被我们盗走。老贼东方青手里的圣手令，只是左手纯银令牌，而那块纯金的圣手令，如今还是杳无音信呢。所以2块圣手令不全在东方青手中。那其他3个贼王还活着？不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除了老贼东方青，剩下3个确实死掉了。那老贼背后果然还有人，都怪我当时。若是我留东方青一命，说不定应该就能找到另一块圣手令的下落。不能怪你，长儿，是那老贼找死，居然设局害你。哼！他为什么会有锦衣卫的令牌？是偷来的，还是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大人，这位大人，您别这么直眉瞪眼的闯啊，我们还得做生意呢。无双，蓉姐，无双，你为何兴师动众来汤山温泉？蓉姐，阿玉呢？不遇后院呢？那楚云长也在吧？在啊。小二，帮我给马备一些粮草。哎，好嘞。一会儿进去了都给我盯紧了，一个都不准放走。辉月，你在做什么？梅婉婉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找我远房。我也是来这里。不月，我找你半天了，你在这儿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徐兄，无双来了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长儿，收好。这千万要收好。爹，我先回趟客栈。无双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泡温泉。你来干嘛？消遣、娱乐，只许你们玩耍，我就不能来放松放松吗？我信你个鬼！你泡个温泉带这么多秘味来，怎么泡温泉的时候还需要有人在旁边鼓掌助威啊？那是当然。怎么，梅夫人你有意见？这里只有你们2家人，多我一个也不多。多。我们2家人在这儿会亲，就落不到。您算哪位姑奶奶？会亲？3书6礼都没有过。再说了，毛叔也不在，算哪门子会亲？你们先回去吧，告诉爷爷，我在这里，安全的很。是。
阿玉，这里还有空房间吗？我再去问问。你们店就这一间厨房？是。厨子呢？梅员外吃不惯外面厨师手艺，人家自家丫鬟接手了3餐。哦，那出去吧。啊？出去。是。这丫头真懒，泔水桶都不倒。泔水桶不倒，药罐倒洗得干净。也没有很干净。哎，长儿，来，这是洛无双是来盯着我的，这令牌先放在你这儿，我们要打起12分精神应付洛无双。门主放心，这令牌在，我就在。令牌不在，你也在。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发生大事情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那个女捕头呀，真的就去了厨房了，搜搜刮刮的，一顿翻呢。我就知道，这千年灵芝一出手，洛无双必定会起疑。不过你们有这只我呀，我早就把那个厨房擦得干干净净，他根本查不出来什么。太好了，长儿，咱们还是得赶紧把药服下，这样尽早恢复体力，好对付那个洛无双。嗯。哎呀，也不用这么着急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禀皇上，春阴圣手令已然现世。你做的不错，现在就差右手令了。您是说，放下一切杂念，全力寻找右手令？您的意思是，纯金右手令是在？有些事说明了就没意思了。敢问圣上，楚山是自己人吗？有些事情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是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好一点？这个千年灵芝啊，果然药效非凡，我已经好了7、8成了。楚姑娘，楚姑娘，你在里面吗？这个女捕头，她来做什么？楚姑娘，那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啊，洛捕头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找你泡温泉。
就咱俩。哦，还有蓉姐。但咱们也不算太熟啊。但是毕竟出来玩嘛，那不得玩得痛快点？怎么，你不敢？哦，不对，你不想和我们一起泡温泉是吗？想必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前2天感染了风寒。是吗？那刚好泡泡温泉驱寒。还是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哪有啊？这样，你先去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啊，没事，我等你，不着急。楚云长，只要让我看到你背后有伤，我就当场抓人。想看我背后有没有伤？你想得美！来呀，丑姑娘。云长、无双，快下来啊，好舒服。好。你怎么还不宽衣解带啊？哦，身材不好也没关系，大家都是女人嘛，没有人会笑话你的。还是你身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？怕我们看呀？我来月事了。这么巧吗？你也来了。云长，月事来了就不能泡了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在这玩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楚姑娘，我送你啊！不用了，我去送她姐。楚姑娘，等我一下。这个无双，何时变得如此体贴别人了？在哪儿呢？谁？你是谁？徐仵作。无双？你干什么？你我夫人，夫人。无双，你半夜3更到我房间，点我穴道，在我身上乱摸一通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有这种。我没有。无双姐，你这有点过分了。楚云长，你为何和蓉姐换房间？这个房间离温泉太近了，实在是太吵了，我睡不着，所以就跟蓉姐换了个房。夫人，何事啊？相公，是这样的，云长说他的天字6号房离后院的温泉池太近了，每晚哗哗的流水声都让他无法入眠。云长这2天身体不适，休息不好，不利于他身体恢复，所以就想跟我们换个房间。不遇是在天字房8号，离温泉更近，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啦。这倒无妨，我们跟你换便是。那就先谢过2位了。你一定是故意的，你就是居心叵测。我们怎么就居心叵测了？难道我们能掐会算，算到落布头你今天晚上
会到云长房间骚扰他呀？是啊，我才没有。无双姐，若是长儿没有和我姐，还有姐夫换房间，你意欲何为啊？我这么大一个姑娘，哎呀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是对我姐图谋不轨，很重口味呀。原来骆捕头有这种癖好，前卫。我才没有。阿玉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夜入他房间是为了查案。你不是来度假了吗？我当着楚家人的面，我当然隐藏自己真实的目的了。那你到底是过来干什么的？来抓他，飞天玉鼠。好怕呀！不是你们都什么反应啊？不是无双姐，大半夜的，大家都挺困的，别闹了啊！我没闹，你们怎么都不信我呀？骆捕头，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呀？这出来度假的，还拿我寻开心。楚云长，你别以为你演得好就没有破绽。你倒是拿出证据啊！前天晚间，飞天玉鼠夜闯四门司，阿玉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吧？他进我爷爷房间意图不轨，被我爷爷铁胆所伤。我爷爷那对铁胆独步江湖，专攻敌人要穴，被铁胆所伤，必定会落下严重的内外伤。巧的是，密卫来报，说有一名中年男子去长乐堂买走了千年灵芝，拿到了汤山温泉，就是给他疗伤的。中年男子那么多，凭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找？是啊，那你们怎么解释厨房药罐里的余味？3七加藏红花，伤得好重啊！哎呀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公共营业的场合嘛，你能来，所有人都能来。也许是别人留下来的呢，别人用过的东西也栽赃到我们头上。你就是这么查案的？无双，你这个确实有点牵强。这些都只是佐证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他身上一定有我爷爷铁胆所造成的外伤。所以你才半夜潜入云长房间来查探。不错，楚云长，你敢不敢脱了衣服，让我们看一看？啊，脱衣啊！楚云长，你别以为你能处处抢占先机。就算你吃了千年灵芝，内伤痊愈，但铁胆所造成的外伤不会这么快就好的。你有种就把衣服脱了，让我们看一看，你敢吗？星落的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家云长黄花大闺女，你这样当众逼她脱衣服，叫她今后如何嫁人？你们不是在会亲吗？那这么说来，大家都不是外人，让我们看一眼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谁说你不是外人了？你就是外人啊！不悦。长儿，不如这样，你和无双还有我姐，一起去内室看看。没事的，有我姐在，她一定不会冤枉。刚好你这么做，可以让所有怀疑你的人都打消念头。可是什么？推三阻四的，你心虚啦？看就看。哎，蓉姐，麻烦你了。放心，我会很公正的。梅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找一下茅厕。不在这一室吧？阿玉，
麻烦你陪着梅员外、梅夫人，还有这位芝芝姑娘聊会儿天，我们去就来。拖呀！你让去！我们都是女的，你还怕我看不成？你把蓉姐浑身上下都摸了个遍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？我肯定要保护好我自己。哎呀，好了，无双，你转过去，我来看。你还不相信我吗？看仔细点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这种事儿我自己来就行。云长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来帮你？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吗？谁让你转过来的？楚云长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耍花招，再磨蹭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衣服撕碎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夫人，长儿，夫人，你是何人？飞天玉鼠啊！飞天玉鼠身形与你相差甚远，你以为你随便说一说我们就会信？你到底是谁？楚山前来。梅员外、梅夫人，云长小姐，我要向你们道歉。我故意隐瞒了我的真实身份。其实，我这个所谓楚家的远亲，就是惩恶扬善的代表，光明与正义的化身，老百姓心中的白月光，飞天玉鼠。但是，终归这身份见不得光呀，怕你们一时不能接受，所以我才瞒到今天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你竟然骗我！就是嘛，太过分了。对，怪我那么崇拜你，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骗我！你够了，胡说八道！阿玉、蓉姐、徐仵作，我们都知道飞天玉鼠明明是女人，可今日突然变成了她。你们戏也真的是太差了，还真以为我们会信你是吗？小姑娘，你孤陋寡闻没见识，大叔不怪你。不信是吧？好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圣守门的易容术。诸位，山水有相逢，告辞。望月飞仙，她果然是飞天玉鼠。中部大人令：缉捕房捕快毛不遇屡破大案，勤勉有加，年终考评甲级上等。自即日起，毛不遇升任司门司缉捕房首席副捕头。爹，不遇如今已然是缉捕房第1副捕头了，排名仅在岳伦之后。只要不出什么岔子，来年岳捕头升迁，不遇自然会替补为正捕头的。是啊，不遇年纪轻轻，
便官至从七品的副捕头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爹，既然不遇已经是第一副捕头了，他的婚事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好吧，不遇啊，等你顺利当上正捕头，爹就给你操办婚事。哎，谢谢爹。真的，你没骗我。真的。太好了。婵儿，我想。你想干嘛？我想。我好像还没和你家提亲，我们现在马上去吧，走。你是来提亲的？是。你早该来了嘛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太好了，我们婵儿终于嫁出去了。先说好了啊，今日提亲了，可不能退货哦。哎，你们当着不遇的面这么说，到底想不想我嫁出去？这有什么嘛？哎呀，骄傲天成，今晚八珍楼，我做东。多谢梅夫人。多谢姑姑。你可先别这么叫啊，明年再叫吧。毕竟啊，你们四门司的人叫我姑姑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婵儿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就算是天塌了，咱们也要成亲。哎，姑父说9月15想请伯父、蓉姐还有姐夫到家里商讨婚事。好啊，哎，我待会儿回去就跟我爹说，叫他开始准备聘礼。待会儿也太早了吧？我听我姐夫说，他说成前有好多繁琐的事情，咱们赶早不赶晚嘛。都听你的。尝一口。哎，你吃。你们是贴到一起了吗？你忙你的，我说话呢。就是欺负我是单身狗，对吧？谁呀？吃吧。请问这里是不是？是。我还没问呢。你说什么都是。小哥哥，你长得好好看呀。多谢。请问楚云长小姐在吗？你找我们家婵儿做什么？小生沈烈风，我乃是楚云长小姐指腹为婚的夫君。夫人，不得了了！什么事着急忙慌的呀？有人投帖拜山。投帖？给我看看。去吧。来。西川道帅。哪儿来的疯子，一大早跑这儿讨便宜？有话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。你无端调戏民女，我现在就抓你。小生并非戏言，我这里有婚书为证。婚书？那，此乃当年楚老太爷打赌输给我父亲之后，亲笔签字画押的契约婚书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什么时候就把我许给这姓沈的了？哎呀，婵儿，你听我们慢慢跟你解释。你也知情？当年岳父大人去西川做生意，这偶遇了
沈公子的父亲。家父乃是西川。沈公子的父亲，那他西川可是响当当的人物。西川绿林道走票把子，岳父大人就和沈老爷子斗酒，结果就斗输了。那趁着酒劲儿就签了这婚约。因为一顿酒就把孙女给卖了，怎么没喝过酒啊？哎呀，我们以为是戏言，没想到人家当真了呀。梅夫人，你们当戏言，我们家可没觉得是开玩笑。小生就是奉父命前来完婚的。长儿绝对不会嫁给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人。这位冲动的年轻人是？我是挺年轻。他是我未婚夫。你有未婚夫？怎么？我们二人两情相悦，容不下第三个人。容不下。沈公子，你看啊，这当时就是一句戏言，你这又何必当真呢？如今长儿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，您看这婚约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有婚书在手，她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而且你楚家若是想食言毁约，就不怕得罪我西川？别！姑父，哎呀，长儿，人家这是有婚书在手，咱们再考虑考虑。考虑什么？考虑怎么把他送回老家？看来你们还需要时间考虑。也罢，我给你们3天时间。3日后是在京城完婚，还是回西川完婚，我都没意见。家父想抱孙子，想着都快发疯了。哎，不玉，那行，消气啊，喝茶。长儿，沈立峰，看我整死你！这是干嘛呢？我的幸福马上就要来了，结果这货突然出现了，你说我能不发飙吗？你那么讨厌他呀？不是讨厌，是我看到他我就反胃。可是我倒是觉得蛮帅的嘛。哪里帅了？这么牛，跟我们家不遇差个10万8千里呢。可是我觉得很帅。你看上了？那你嫁给他，我给你出嫁妆，我还会念你一辈子的。可是人家又没看上我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不就是想退婚吗？好办呀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怎么了，师傅？提亲不利？楚家没答应？那我岂不是有机会了？长儿的未婚夫来了。什么？又多了一个对手？不是，他谁呀？他有钱吗？凭什么跟我们竞争啊？人家有长儿爷爷亲笔的婚书，你说凭什么？不对呀，那云长有婚约在身，为什么跟你谈婚论嫁呢？我不信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就是那2个老爷子喝完酒的荒诞之举。哦，这样啊，吓我一跳。那你还在这干啥？为啥不去陪陪云长呢？你有没有事儿？能不能别来烦我？就你这木讷的性子，我都不知道云长看上你什么了。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现在该烦的是那家伙。你发火跑回来，是不是给他创造乘虚而入的机会？对呀，我为什么不现在去陪陪云长？说不定还直接回心转意爱上我了呢。现在就去。哎，过来！哎，干什么你？回来请你喝酒。不，什么意思啊？
你等会儿。去你！哎呀，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，哪有给情敌支招的？用点力，用点力。是，楚小姐。哎，舒服。楚小姐，你约小生。沈公子来啦，坐。你没事吧？不要那么害怕，你不是说喜欢我吗？来，你怎么跟昨天像换了个人似的？那你喜欢哪个我？来，继续。是。沈公子啊，不要这么拘谨，喝酒吧。这位小哥哥长得可真是……你离我远点！哎呀，不都是自己人吗？小哥哥，要不要我喂你吃西瓜呀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楚小姐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不干嘛呀，让你陪我喝酒呀。我们家不遇啊，一本正经，实在太过于无聊。咱俩既然是同道中人，那就不用装了，及时行乐吧。太不检点了。我就是喜欢吃东西，就是喜欢帅哥，我还喜欢，简直不像个女人。什么？女人就要贤良淑德，女人就得下得厨房，上得厅堂。不过云长小姐如此率性洒脱，倒也很符合我江湖中人不拘一格的性情。我很喜欢。这都行？你是个变态吧？你说吧，你讨厌什么样的女人？我讨厌除你之外所有的女人。你吃定我了？云长小姐，何出此言？行啊，比我放大招。你不会是想气运丹田，放个响屁给我听吧？你刚开始我确实被你吓了一跳，不过来之前呢，我打探过你，你就不是那种人。我知道你就是想故意激怒我，让我讨厌你。我都这样了，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不喜欢你吧？我也不喜欢你啊。那你还非要娶我？你有病吧？我必须娶你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多说无益，3日后跟我回西川老家成亲。陈连峰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。姑父，我要退婚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来拜访2位前辈啊，不过他们好像出门了。你在也好，婚书交出来，否则别想出这门。想2个打1个，收拾你，用不着2个人。今天不遇不在，你还想有个好？你这是要谋害未婚夫啊！交出来！
长儿，你看，他拿着刀呢。沈烈风，正好你在，咱们一块屋里叙叙。叙叙就叙叙。沈烈风，今天我和长儿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人两情相悦，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。我劝你尽快交出婚书，回你的西川局。你听到没有？姓毛的，你何德何能也敢娶楚大小姐？你知道楚云长是什么人吗？住嘴！不玉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。你跟我进来。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要了你的命！他还不知道你是圣守门门主吧？要我怎么说你才能听得明白？那纸婚书是我爷爷不靠谱，喝醉之后的无心之举。可我沈家很看重和楚家的联姻。你没听说过吗？强扭的瓜不甜。强扭的瓜是不甜，但是解渴。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。你们二人可否愿意为了我决斗？决斗？嗯，好啊。如果他在道术上能够胜过我，就说明他有资格娶武林翘楚圣守门的门主。如果他胜不了我，他凭什么娶你？比道术？嗯。毛捕头，喝茶。你说他们在里边聊什么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们都不喜欢他，他们在里面肯定不会说什么好话的。不公平！比道术，你是西川道帅，不玉他是司门司。知道你还问，可能你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抓了，到时候我的身份也会暴露。我可以不暴露身份和他比试，可是比道术，你有优势。他想娶武林魁首，不比道术，难道要比抓贼吗？你，这是我唯一可以接受的条件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如果你输了，就退婚。还有，要是你敢暴露我身份，我就杀了你。一言为定。什么？你不愿意为了我跟他应战？不是，为爱决斗，我当然愿意啊。可是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，甚至斗才斗势的，我都见过。这比道术算什么比法？哎，长儿，我是名捕快，我不能去偷。不是去偷，只是抢夺婚书。那不也是偷吗？长儿，你想想办法嘛。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唉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依我看，你也没那么爱楚姑娘的吧？长儿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应战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。你出招吧。好啊。比试方式呢很简单，昨夜晚间，我已将婚书藏于正阳门匾额之后。我们以10日为限，谁若能在众目睽睽下避过来往百姓的耳目，拿到婚书，另一方就要主动放弃。光天化日，正阳门前抢夺婚书，该不是疯了吧？你要是为难，就再想想办法呗。我不是为难，争夺婚书又不是什么违法的事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你知道我轻功不太好，你让我飞过墙头还可以，众目睽睽、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还是个捕头。
那只能借这次机会，对你展开特训了。啊？还有特训啊？哇，没有吧？搞这么专业的，嘿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啊，我这也是临时抱佛脚啊。不语啊，其实呢，我轻功也不太好，但是为了长儿，我们就互相切磋。好，开始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哎，那谁啊？嗯，谁啊？谁啊？哇，梅员外你可以啊！你这轻功没个20-30年下不来啊！少说这些没用的，这招叫声东击西，懂吗？懂懂。你做一个给我看看。他们在干什么？起！不是，沈公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谁呀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先回避一下。哦，好。进来吧。没想到你的皮肤这么白啊！你都看见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你一个大男人还害羞什么呀？你要来有事吗？我来当然有事啦！我刚刚做了蜂蜜糕，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。多谢。我可算是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哦。糕点我自会吃，不送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再来啊！要啦。真香啊！撒钱了！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当然是要你手上的婚书了。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你不给我，我可以抢啊！既然如此，你可以试试。连对方本事都不清楚，你怎么赢我堂堂道帅？东西给我。谢了。我赢了。卑鄙小人，你竟用诡诈幻术从我手里骗走婚书，你根本没有。所谓兵不厌诈，如今婚书在我手里，楚大小姐，您怎么说？我都行。啊？啊？你
你们呢，貌似还没有争出个结果。继续啊。这还需要争吗？婚书在我手里，谁胜谁负，一目了然。你，没想到堂堂道帅也只会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你真以为我会中你的迷魂术？让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个沈烈风不光轻功好，他还擅长使用迷魂术。迷魂术？在西洋称之为催眠术，据说是可以控制人的心神。你记住，千万不要看他的眼睛。哦。我早知道你擅长使用幻术，所以我就提前堵住了耳朵，也没看你的眼睛。我就想看看你到底是谁。没想到你在得意中还真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这回你搞清楚了吧？不遇，他就是西川道帅。不遇，这回你信我了吧？我知道他就是西川道帅。我是说楚云长。关长儿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傻啊？这楚云长的未婚夫是西川道帅，那么换言之，楚云长是什么人？为何与堂堂的蜀中道门有婚约？楚云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说他是道帅，我与他有婚约，所以我不是好人，是吧？正是。那么换言之，如果说他不是道帅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是好人？他不是道帅，那他是谁？行，只要你能证明他不是西川道帅，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，你不是那贼老鼠。芝芝，动手！你谁啊？姐，男人怎么会有肚兜啊？你们看清楚啊，他到底是谁？西川道帅怎么是女的？蓉姐，你是秘侦房的，那我想请问，情报资料中，道帅到底是男还是女啊？男的。那你们看看他，他到底是男是女啊？哎呀，我头疼。云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说清楚，你究竟是谁？我想活命就别暴露身份。我肯定不是道帅了。你既不是西川道帅，为何假借道帅的名义来求婚？我婵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是我来解释吧。不遇啊，其实这是我们楚家对你最后的考验。考验？什么考验？你不是要娶云长吗？但是他哭过，还是有些不愿意，所以就找来这姑娘，女扮男装，假意逼婚，找你决斗，考验你是否真心。我对婵儿之心天地可见，你们为何还不信我？之前确实是略有质疑，但是现在我们完全相信了。这你都能圆？你们当我们3岁小孩吗？古人试探不语。骆捕头，那你说我们是何用意？我觉得你们……婵儿，这事情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是吗？
哎呀，楚玉，他当然是不知情的，我们后来才告诉他。你也别生气了，我们楚家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，我们肯定视她为掌上明珠啊，那自然对她的婚事格外紧张。不过现在我们楚家已经正式的认定你为未来的丈夫。你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，固然试探过，那沈烈风的名字怎么来的？我随口起的呀。这么巧就和西川道帅同名？那不然呢？我们又不知道这什么西川道帅叫什么名字。行，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女，跟我回去受审。哎，就不走就不走！等等，你有什么理由抓人？对啊，无双，你不能因为人家女扮男装就抓人啊！对啊，你说呀，你说话呀！你们就此理！芝芝，啊，你带这位姑娘先回去结账吧。结账？结什么账啊？哎呀，你雇人家演戏不给钱呢？哦，对，那个姑娘，你跟我走，我给你结账。啊，好。你们慢慢聊。你为什么联合别人来骗我？旁人不知我心，连你也不知吗？你们楚家人如此行事，实在太过分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下来！我不下。你不下来也不用勒死我吧？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很想让我下来了。我不喜欢欺骗的方式，看来我在你心里并不值得相信。不是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一个人静静，你别跟着我。好凶！大小姐，你要对那女子身份质疑，属下就秘密将她请来审问。没证据能抓人吗？立刻飞鸽传书西川四门寺兄弟们，道帅沈烈风的案卷，我要全部的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真是西川道帅。放屁！道帅哪有女儿身？你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我们可对你不客气了。你们救了我，我岂能不说实话？我本名沈一蝶，沈烈风是我哥哥。那他才应该是西川道帅啊。家兄7岁时中了风症，终生残疾。我爹一向重男轻女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家兄身上。可惜，哥哥他残疾后，再也不能子承父业。我爹心有不甘，怕道帅的名头被别人抢去，所以就逼迫我习武，勒令我开始做男人打扮，学习轻功道术，再也没有了女孩子的模样。我爹对外宣布，我就是我哥，而我哥则被永远的雪藏在了家中。怎么能这样？后来我长大了，我爹就将道帅的名号传给了我。可是，我毕竟是女孩子，将来也得嫁人。若如此，道帅的名号就会失传。于是，家父想起当年和楚老太爷指腹为婚的戏言。家父想到，若能和圣守门楚家联姻，必定能巩固我沈家在西川道门中的江湖地位。
于是，我被迫奉父命，替哥哥来京城迎娶楚大小姐。谁知，竟被你家丫鬟识破了女儿身。那你们这不就明摆着想让我们家长儿嫁给你那残废哥哥，生个孩子吗？你的爹也太自私歹毒了吧！和云长吵架啦？姐，有他们家这么耍人的吗？你不是总说对人家楚云长之心天日可见吗？这点小事就气成这样。你不是因为云长家人试探才这样的吧？你有别的原因？你不觉得可疑吗？试探我，所以请了个女的假扮男装。难道他一开始就知道无双会发难？好巧不巧，又举了个西川道帅的名字。而且对了，那个女的轻功了得，还会幻术。她真的是来演戏的。那这些疑惑，你在花店为何不说？你还是护着楚家人的，但不与你说，楚家人他会不会是……姐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咱不能随便说。好，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对云长是真心，你就该去找证据，至少证明楚家人是好的。但如果你真的介意，那……姐，你别说了，我一定会找证据，证明长儿没问题。门主，我此番给您添麻烦了，日后门主有事差遣，西川绿林道定会鼎力相助。你呢，回去也跟你父亲好好谈谈。咱们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谁说非要是男子继位？你看我上守门门主不也是女子吗？你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继承道帅之位？以前不敢想，如今经门主提点，确实应该跟家父好好谈谈。这就对了，谁说女子不如男？门主保重，小生，小女告辞了。我走了。哈！不遇。你再不放手，我真的要迟到了。那你还生气吗？哼！你要是不生气了，我就放手。我哪有那么小气？你快回去吧，等我下职了，带你回家一趟。回家干嘛？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筹备我们的婚礼。我想快点把你带到我们毛家，越快越好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好，说好了，你先回去等我啊。哦，对了，长儿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充斥着太多谎言，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欺骗，明白了吧？嗯。谁啊？哎呦，这大晚上的。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你慢点吃，还有呢。嗯。你不会撑的吗？哦。来，喝点水。我们这行走江湖啊，
挨饿都是正常的。感谢姑娘善心相助，刘某铭记于心。姑娘，见笑了。那你会经常饿肚子吗？还好。大恩不言谢，刘某就此告辞。哎，你以后要是饿了，就来这里，包子管够。后脑勺都这么帅。阿玉啊，你都想好了，绝不后悔。爹，我若能娶长儿，乃此生第一幸事，何来后悔？伯父，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既如此，准备婚事吧。谢谢爹。我要这个。你又喝？姐，云长女神，我再也没机会了。师傅，马上就要娶她了。毛继先同意他们的婚事了？可不嘛，整个衙门都拿到喜糖了。给你来点儿。楚云志豪，姐，咱得不到呢，也千万别干傻事儿。这世界上好男人这么多，你得向前看。你等我一下。你少喝点了，一天天。无伤姐，阿玉，听说你要成亲了，恭喜恭喜！无双姐你，我什么我？我这人拿得起放得下，我可不是那矫情的人。哎，阿玉，等办事的时候记得知会我，我去闹洞房。一定。你真是我姐啊！见鬼了！找死！相公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有什么事，夫人直接吩咐就行，还给我商量啥？我想过了，如你所说，我确实不应该把千斤重担压在长儿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，我想等他成婚之后，不如就让他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吧。夫人如此开明，我替长儿谢你了。只是，我们圣守门还不能散，所以我在想这个门主的位置，要不然就由我来当吧。你当门主？怎么了？我不够资格吗？不，夫人当然是够资格的。只是，我若接手了圣守门，恐怕更难复出，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另一块圣守令，好保住我们圣守门在江湖中的地位。我决定用我后半生所有的时间来寻找这个纯净的右手令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过相公，我所说的是，我们暂时就不能要孩子，因为有了孩子就会有羁绊，我现在不想有羁绊。全听你的。
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对了，长儿，咱们的礼服就在瑞和祥定做吧。你决定就好了。想不到婚礼还要准备这么多东西。嗯，还有你的宾客名单，你记得赶紧准备好给我。啊，不过我们家也没什么亲戚，就我姑姑、姑父还有芝芝。不是还有那个飞天玉？哦，你那个叔叔，他会来吗？不知道，我想他应该不来吧。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因为他是，啊，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捕快回来，我怕他。我明白，我理解。他应该不会来吧？我自己的婚礼，何尝不希望父亲能出席？几天没见，你怎么伤得这么厉害？到底是怎么弄的呀？遇上吵架了。仇家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去找他们。早跑了，我在这里没有熟人，只好来麻烦你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能跟我说，证明你没有把我当外人。芝芝，你是我此生见过最漂亮、心肠最好的姑娘。我说什么啊？是真的。说了你别生气，其实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你在胡乱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是真的。自打那日见到了你，我脑海里面全是你。其实，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可我只是个落魄的游侠，四海为家，我就怕你看不起我。怎么可能？不许这么讲。芝芝，哎呀，姐姐，我的姐姐，我最美的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就跟老爷夫人说嘛，让他们把刘俊留下来。芝芝，你昏头了？你连人家什么来历都不知道，就要以身相许？哎呀，大家都是江湖儿女，端的都是江湖饭碗。再不行的话，你就让他加入门派。什么门派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有什么可避讳的？他又不是四门司的人。那你自己去与姑姑说，我已经退了。那是婚后的事情。那现在你不还是门主吗？只要你一句话，这事儿就能成。门主，芝芝求你了。芝芝，你知道我现在最不想听到什么江湖啊、门派之类的。我已经金盆洗手了，以后这种事情你去与姑姑说。那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讨厌他呀？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底细啊。是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吗？是你们自私，从来不会照顾我的感受。俊俊，我们走。芝芝，你回来！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第一次遇到我喜欢的人，就这么针对我。芝芝，你家主母和小姐也是疑我，但我不想为难你，我还是走吧。俊俊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那我也不想为难你啊。那不住在他的屋檐底下不就好了？本小姐高兴了，就当他的小跟班；不高兴了，哼，这天底下
谁能指挥栋梁，饶江第一蛊毒女呢？芊芊，走，租房去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哪里喊救命？大概是前面。走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你是何人？拿枪！近日出现的这个恶徒，自称恶道刘三，他每次作案，都会强逼施主报官，引我们司门司的人前来缉拿。此贼武艺高超，似乎与我们司门司有仇。等我们兄弟一到，他便砍伤几人，然后逃走。猖狂至极！这分明是挑衅我司门司。3日之内，定要让这恶道刘三在我司门司大堂受审。是。宗母大人，不玉近日就要成亲了，是不是就别参与这个案子了？刘主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作为一名捕快，岂能坐视这恶道逞凶？我毛不玉是拿这恶道刘三。如此甚好。此人公然蔑视王法，还敢挑衅我们司门司的人，我岂能让他逍遥法外？这家伙每次犯案都要伤害司门司的人，这分明就是在泄私愤。我不想你有事。你放心吧，长儿。区一个恶道，我还没把他放眼里。你之前每次出去办案，我哪有阻止过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我心惊肉跳的。哎，长儿，你就是太紧张了。你相信我，3日之内，我必把这个恶道擒拿归案。好，即日起，我就留在师娘这里，保护师娘。刘长老，那一切就拜托您了。放心，圣守门的事儿，我们丐帮自然会帮。说什么您就不在理等消息吧。江湖事？出门主，如今为了毛不如果没玉，别的事连丐帮的关系都动用了。先告辞了。你的未婚夫有难，你就倾力相助。你慢走。我求你收留我喜欢的人，你就推三阻四。哼，双标！你说他是不是双标？人都是这样，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。他竟然这般对我。哎，你听说过那个恶道刘三吗？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过这个人。难怪，连丐帮都不知道这个人。你家小姐什么人物啊？连丐帮都供其差遣。你听说过圣守门吗？他就是门主。果然来头不小啊。没查到。是啊，我飞鸽传书13省分舵，竟然没人知道这恶道刘三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！凭空蹦出来的。这，小姐，我不知有书信到。我不知也查不到。你让我放弃恶道刘三的案子？对啊，你现在就应该专心筹备婚礼，不要碰这个案子。可我破案也不耽误我们婚事啊。我不管，你现在就是应该专心筹备婚礼，你哪有时间去管那个案子啊？你就听我一次啊！以前你都支持我办案，你这次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我就不讲理了，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去你们衙门去闹，跟你们捕头说理。你敢？你吼我！我身为宫门中人，
拿着朝廷的俸禄抓差办案，本是我的职责，怎么能因为私情废公事呢？行，那你要去办这个案，我们的婚礼就延期。行，就听你的。等我破了恶道刘三这个案子，我们再筹办婚礼。毛不玉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就听我的。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，这案子背后肯定不一般。